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对后世的哲学、科学、政治学和教育等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涉及诸多领域，包括知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柏拉图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阿里斯顿和母亲佩里克提翁都拥有古希腊著名家族的血统，这使得柏拉图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年轻时，柏拉图追随了许多智者学习，最终成为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苏格拉底的对话式哲学风格贯穿于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一事件对柏拉图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柏拉图从此开始远离雅典，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游历生涯。他前往意大利和埃及等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最终，他回到了雅典，并在公元前387年创立了自己的学园——柏拉图学园。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所系统化的哲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柏拉图在学园中度过了余生，致力于教学和写作。他的学生包括亚里士多德、斯庇乌西波斯等。柏拉图学园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柏拉图最著名的哲学理论之一是他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物质世界只是表象，真正的实在是超越物质世界的理念或本质。这些理念是完美、不变且永恒的，而我们所感知到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理念的影子或不完美的映射。柏拉图通过他的洞穴比喻阐述了这一观点。在《理想国》第7卷中，柏拉图描述了一群人被囚禁在一个洞穴中，他们从出生起就只能看到洞穴墙上的影子，并误以为这些影子是真实的事物。然而，真正的实在在洞穴外，只有当人们脱离洞穴，进入阳光世界，才能看到真实的存在。这象征着从感官经验到理性认知的转变，理念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而我们感知的世界只是表面的假象。理念论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解释了柏拉图关于知识、道德和现实的理解。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把握这些超越物质世界的理念，而感官只能带来对不完美事物的错觉。柏拉图的认识论与他的理念论密切相关。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而是通过理性思考发现的。柏拉图区分了知识和意见。意见是基于感官经验的，对物质世界的看法是不可靠的，因为物质世界是不稳定的、不断变化的。相反，知识则是对永恒、不变的理念的理解，它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在美诺篇中，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即人类的灵魂在与肉体结合之前，已经接触过理念世界的真理，但在出生后忘却了这些知识。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灵魂对这些真理的回忆。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展示了这个理论，说明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通过理性思维得出复杂的数学知识。这意味着真正的知识是内在的，存在于灵魂中。柏拉图的道德哲学强调灵魂的美德与和谐。他认为，灵魂由3部分组成：理性、意志和欲望。理性应该主导灵魂，
意志和欲望则应当服从于理性的指导。如果这三部分和谐共存，灵魂就能达到美德与幸福。柏拉图认为，4种主要的美德：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分别对应灵魂的不同部分。智慧是理性的美德，勇气是意志的美德，节制是欲望的美德，而正义是整体灵魂的和谐状态。当每一部分都恰如其分地履行自己的功能时，灵魂就达到了正义的状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理念，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像一个和谐的灵魂一样，每个阶层履行自己的职责。社会中的哲学家王掌握智慧，护卫者具备勇气，而生产者则拥有节制。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正义是社会各部分协调一致的运作。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这本书不仅探讨了什么是正义，还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国家模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分为3个阶层：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职责，统治者负责制定政策，护卫者保卫国家，生产者则提供物质需求。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只有那些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哲学家才能成为理想的统治者。因为哲学家懂得理念世界的真理，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制定符合整个社会正义和福祉的政策。柏拉图对民主制度持批评态度，认为民主可能导致民众的无知和欲望支配政治决策，因此他主张由少数智慧的人来统治。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无处不在，他的理念论、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成为后世哲学讨论的基础。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如奥古斯丁从柏拉图的思想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将其融入到基督教教义中。而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的思想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影响了欧洲的科学和人文主义。在现代哲学中，许多哲学家或是发展，或是批评柏拉图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传统。他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哲学的各个领域，从形而上学到政治哲学，再到伦理学和认识论。柏拉图不仅通过他的著作影响了无数后来的哲学家，还通过他创立的学园塑造了西方哲学的教育传统。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无可争议的巨人。